不知不觉中又到了要过年的时候了。经过庚子年的荼毒，是时候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在春节的时候，此起彼落的爆竹声不绝于耳。正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放鞭炮这个习俗背后所代表的含义，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目的就是为了驱赶年兽。关于这个年兽的故事呢，应该先从中国古代开始说起。具体是哪个年代已经无从考证。相传古代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身体庞大，头上长着犄角，嘴里满是尖牙利齿，且凶猛异常。有人说它平常住在海底，但是一到除夕夜那一天的午夜，年兽就会上岸攻击村庄，利用头上的犄角开始屠杀村民，并吃掉他们的头颅，搞得先民不得安宁。尽管侥幸存活的人们在回到村庄后，想对年兽说声：“年兽，你刚攻击我的村庄，也已经为时已晚。”年兽早已扬长而去，留下一片狼藉的村庄。后来人们决定在除夕夜那天上山避难，直到隔天才回到村庄，以躲避年兽的伤害。后来呢，有个小女孩想出了一个办法，在除夕夜里放鞭炮来驱赶年兽。年兽很怕这类的巨响，因此只敢远远的在村边观望着。等着等着，最后只好空口而归。从此之后，人们每到除夕都会放鞭炮。在我小时候，可是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甚至还感到有些害怕。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故事背后还是有矛盾的点，例如新婚、殡葬、拜神都会放鞭炮，并不是只有过年才会放，这就有点不太合理了。作为故事的主角年兽，在古书中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像是著名的《山海经》里面记载了大量的上古传说，例如龙、凤凰、九尾狐等等，但却找不到年兽。对于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怪兽，不是很奇怪吗？跟华人最重要节日有关的年兽，却无法在古书中找到踪迹，因此很难让人不怀疑年兽存在的真实性。如果放鞭炮不是过年的专利，那放鞭炮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呢？关于鞭炮的起源，在汉朝的一本叫做《神异经》的书里面提到，当时的山民会把竹子点火并挂起来，竹子遇热开裂，不停发出爆响，才演变为我们今日的爆竹。而当时的山民制作爆竹是为了防止一种叫山魈的动物。山魈也叫山臊，是一种灵长类，比人体型小一点，毛发很长，而且有令人害怕的叫声。一般是群居生活，喜欢在晚上出没。这种动物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但也不怕人，经常会到村庄里偷东西吃。如果被别人发现并逮住了，山魈会运用暴力来逃脱。它们有利爪、利齿，而且速度极快，移动敏捷。被抓伤的人们往往会生病，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爪或口腔有能使人生病的细菌。但山魈很神经质，一听到巨响就害怕。山民不堪山魈的骚扰，所以才用爆竹来对付他们。跟那些出场自带特效、狂风暴雨、山崩地裂的中国神兽比起来，山魈好像有点弱。这样一来似乎就合理多了。节日、红白喜事等的场合，往往有着丰盛的食物，对山魈来说很有吸引力。人们不希望他们来坏了兴致，所以才燃放爆竹。顺带一提，这里的山魈跟现实世界中的山魈应该不是同一个物种，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山魈的分布，所以这里指的生物应该是另一种神秘的凶手。随着时间推移，放爆竹也成了固定习俗。在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中就写道，大年初一的早上，人们起床就会在院子里燃烧爆竹，以此吓唬山魈和传播疾病的瘟神。矛盾的点又来了，《神异经》中说山魈在夜晚活动，而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中说人们在早上烧爆竹。也许到了南北朝，山魈已经迁徙或学乖了，不再来招惹人类村庄，因此烧爆竹已经没有了实际作用，从而变成了一项饱含象征意义的娱乐活动。既然是为了玩，当然要多搞点花样。在发明出火药之后，大家发现火药的巨响可比竹子爆炸有趣多了，于是才开始把火药塞进竹子内，并加上引线，享受双倍的快乐。
在宋朝时，透过修改烟火的成分以及用量，打开了烟火的新世界。有拿在手上喷火的啦，飞上天炸出图案的啦，在水上飘的啦，各种玩法都有。今日的各类烟火都是以古人的创意为基础来去优化以及改进的。例如把笨重的竹筒改成轻巧的直筒。说完了鞭炮的前世今生，我们把话题重新拉回年兽。故事得先从广东湛江的民俗传统开始说起。当地有一种叫做紫薇降貔貅的活动，约有1000年历史。每逢新春元宵或是喜庆之日都会举办。大家通过叠罗汉的方式来还原道教传说中紫薇大帝降服吃人恶兽貔貅的场面，以此纪念紫薇的功德。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民间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清末时期，广东、四川、湖北等地的百姓认为紫薇大帝是驱邪避凶的象征，所以在过年的时候会悬挂紫薇降貔貅的年画。根据文史学者的考证，最早出现年兽这个叫法的是出自民国小说家孙玉生，他写了一篇关于过年风俗的介绍，里面有提到年兽。文章中说他也是听长辈说的，过年家中挂画，其中有幅画是紫薇大帝收服凶兽，而家中长辈告诉他，凶兽的名字叫做年。他说自己也只是听说，孙玉生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于哪里。此事之后，其他作家也纷纷引用这个说法。按照风俗，孙玉生家里挂的应该就是紫薇降貔貅，可能家里的长辈没记住，才告诉他叫年。阴差阳错流传到现在，就有了年兽的故事。这是迄今能查找到关于年兽最早的资料，所以应该就是年兽传说的源头。在作家们的影响下，大家一点一点被灌输了年兽的概念，再加上自古就有的放鞭炮传统，两者掺杂在一起，变成了放鞭炮吓走年兽。这种说法深植人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个驱逐年兽的神话给了我们机会和家人坐在一起，把是非对错与人间纷扰关在门外，在当下表达对彼此的关怀与爱。在这个1年1度归家团聚的时光，不管你是在城市的街道上游来荡去，还是在粥饭热气里与人们匆匆交集，只要家里一切安好，便能放下心中的担心与恐惧。很多无法突破的困境，其实就是因为安全感和信任无处安放的问题。在这方面安定了，生活才更容易繁荣向上，飞黄腾达。果子先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以及家和万事兴。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这类型影片，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想看到更多相关内容，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下次见。